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今天继续破坏式创新系列。上期讲到 Starship 的舰体设计，从传统角度来看并不卓越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Starship 如何通过一个新颖的工作流程，通过组合达到突破。上期讲到 Starship 如果用传统的工作方式，只能到达近地轨道。从这方面来说，这就是个低质低价的载具。要怎么进一步前进呢？之前提过一句，靠太空加油。原先不是没有太空加油，而是只能给卫星这样的小东西补充推进剂，延长卫星的寿命。Ship 这种大家伙，推进剂有1200吨，载荷100吨。游船版本的 Ship 没有载荷空间，整个都装满了推进剂。到达轨道后还有最多150吨推进剂可以用来转移，需要连续8到14次太空加油才能加满一艘 Ship。Ship 上没有冷却系统，在近地轨道被阳光照射，升温会使得推进剂慢慢蒸发掉，所以这个过程还有时效性，必须在几天之内完成。曾经的设计是尾对尾的方式，从引擎的方向把推进剂灌进去，现在改成了和地面上一样的方式，从侧面进行灌注。这里还有个有趣的设计，叫做微重力加速，不需要泵来把推进剂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，而是让 Ship 启动机动引擎，产生一个很小的加速度，往一个方向推，这就使得推进剂自然从游船转移过来了。完成之后，游船返回地面，灌满，再次起飞。这都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，不知道为什么马斯克似乎完全不担心，认为太空加油很有把握。另一个思路是在太空建立一个巨型推进剂存储站，带有主动冷却系统，平常一趟趟把推进剂送进去，可以存放比较长时间。Ship 进入轨道后，从存储站获得推进剂，这样对游船的发射不会要求那么紧迫。总的来说， Starship 是通过太空加油的方式延伸了航程，用新的工作流程弥补了低质低价带来的缺点。当然，建设太空存储站需要时间，在那之前都得用游船的方式，要用尽可能低的成本，在几天之内发射8到14次的游船，连续进行加油，就必须有非常低的周转时间。去年蓝色起源因为丢了载人往返月面的合同，疯狂攻击 Starship 的太空加油，认为这么频繁的发射不靠谱。然而 Starship 的工作流程从一开始就是照着24小时甚至更短的周转时间来设计的，属于常规操作。别忘了，当初 SpaceX 说要做猎鹰的一级回收，也很多专家说不靠谱，每次回收失败都有人出来说酸溜溜的话，现在呢都被打脸了吧。 Starship 整个工作流程的设计中，很多独特之处都是为了缩短周转时间，目标很明确。原先的火箭几级分别制造好之后，需要在组装工厂完成组装，推到发射台。即便是航天飞机，轨道器完成翻新后，也要和外储箱在组装工厂里连起来，以很缓慢的速度移到发射台。以前这并不是问题，因为要么是一次性的，要么周转一次需要几个月，即便推出需要一整天也无所谓，瓶颈不在这里。但是 Starship 要求的周转时间那么短，就不能组装完再慢慢推出去了。Starship 是1、2级都在发射场旁边的工厂制造，分别推到发射塔，之后连续多次发射都在发射塔周围完成，不再推回工厂。发射塔叫做 Machzilla， 有个筷子一样的机械臂，把1级抓到发射台，再把2级落上去，现场完成组装。这不但不需要推回工厂，组装之后再推出，还有个特别重要的结果，就是1级和2级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，可以任意组合。在这个发射塔建成之前，用的是巨型吊车把2级落到1级之上，如果风速较高，2级在吊装的时候就会晃动，以至于没法完成对齐。用机械臂则没有这个问题，基本不依赖天气情况。发射塔旁边的那个结构就是发射台，它不只是放火箭的台子而已，还可以喷水，给设施降温，并吸收火箭启动的噪音。还有猜测说它提供了给外圈引擎点火的功能，细节目前还不清楚。7月12号，在发射台上的 Booster 7测试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，一部分燃料被引爆，炸掉了外围管道，并造成了发射台周围几处局部燃烧。目前 SpaceX 还在评估 Booster 和发射台的损坏程度，必然需要推迟7月的发射。再往大里看，
Booster 需要3400吨推进剂 ，Ship 需要1200吨。这么多推进剂要在发射前很短时间内灌注，就需要在发射场有个暂存的空间。NASA 为了存储 SLS 用的液氢液氧，建了巨大的储罐，利用表面积最小的球形来设计，单独建造。而 SpaceX 用的是圆柱形直径9米的不锈钢储罐，外加隔热层。是不是听着耳熟？对，和舰体一样，也是直径9米，也是不锈钢。其实储罐和舰体制造过程是完全一样的，都是一堆不锈钢圆环批量制造，然后焊起来，这就让制造的批量更大，成本降得更低。发射塔、发射台、储罐，这些对发射至关重要但不飞上天的部分，被称为 Starship 的第0级，创新程度和制造难度并不会低于第1级。此外，在发射场位置的选择上也是有讲究的，离赤道越近，地球自转的线速度就越高，火箭的运载能力就能越大。现在 SpaceX 的猎鹰用的几个发射场，佛州的卡纳维拉2角、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都比较靠近赤道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中国的文昌发射场建在海南。目前已经完成的 Starship 发射场 Starbase 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海边，已经比较靠近赤道。另外还独创性的把2个钻井平台改装成发射场，未来可以在墨西哥湾的海上进行发射，更靠近赤道，也更灵活。讲了发射，再看看回收。Booster 类似于一个放大版的猎鹰9号1级，陆上回收的流程也相似，都是在分离后掉头返回，用3个翼控制姿态。但是猎鹰9号1级在降落的最后阶段，即便只点燃1个引擎，并把引擎的输出调到最低，推力也仍然大于舰体的空重，结果就是1级无法悬停，很难控制好落地前的速度，往往得以一定的速度砸在地上，靠撑脚承受冲击力。引擎喷出的高温气体打到地面，反弹会冲击底部结构，需要拆下引擎做一系列测试后才能再次使用。撑脚也需要每次换新的，这都降低了周转速度。而 Booster 重得多，降落前能调整到推力和重力一样，也就是悬停。这时候 Magzilla 的筷子能夹住空中的 Booster， 把引擎熄火后放到发射台，不再需要撑脚，也没有反弹气流冲击的问题。这样在每次降落后只需要通过了安全检查就能再次起飞，和飞机一样方便。除了1级之外， Ship 也有自己的回收步骤，这也是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。猎鹰9号的2级也是不可回收的，原因在以前的一期视频里讲过。Ship 有6个引擎，外圈3个真空的，内圈3个海平面的，同样有能力悬停。为了节省燃料，在降落的过程中几乎都用宽大的舰身来减速，用前后翼面来控制姿态。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，下落的过程中，为了提高阻力，舰身需要横过来，腹部朝下，增大迎风面积，但是落地前却要竖起来，靠底部的引擎提供反冲推力。这个矛盾怎么解决？方法是称为 flip 的机动，在落地前几秒点燃3个海平面引擎，从横的翻转成竖的，关掉2个引擎，进入悬停状态。如果有发射塔，就还是由筷子夹住，熄火后放到1级上。如果没有发射塔，可以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下降，最后打开着陆腿落地。第二个问题来了，在 flip 前一瞬间，推进剂已经所剩无几，而且和舰身一起处于自由落体的状态，这时候推进剂缺乏压力，没法沿着管道到达引擎，怎么点火进行 flip 机动？解决方法是 Ship 有个专用的推进剂箱，处于顶部尖端的地方，在 flip 的时候，靠着满贯的压力把推进剂挤到引擎进行点火。经过 SN8、SN9、SN10、SN11的4次失败，这个机动终于在 SN15 获得了完全的成功，证明了这种降落方式是可行的。有了这样的返回机制， Starship 将成为第一个可以完全复用的轨道级发射载具。这么多的创新都加进去，产生了火箭学上的质变，不但不用抛弃任何一部分，还让周转时间缩短到以小时来计的程度，运载价格降低到每千克10到100美元。相比之下，现在最便宜的猎鹰火箭也得每千克3000美元左右。除了飞到太空， Starship 还有一种用法是地球对地球的运输，这时候 Starship 处于亚轨道飞行的状态，不需要到第一宇宙速度，1小时之内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。
速度25马赫，远高于飞机。这个系统不总是需要 booster， 返程的时候只需要 ship 就能独立飞行，这也是以前的载具做不到的操作方式。所以，即便是工作流程方面，也一直有破坏式创新的成分。蓝色起源对 Starship 的攻击，正因为他们只考虑了新的舰体，有意或无意地轻视了新的工作流程。我们应该关心的是结果，以结果为导向。中间的过程一部分简单了，另一部分就复杂，并没有关系。这也是我总结的破坏式创新原则3。新产品往往需要发明新的工作方式来配合。那么，为了支撑史上最大的火箭，引擎需要有史上最大的推力吗？登月用的土星5号 F1 引擎的推力是670吨，原型版的猛禽1推力是180吨，现在的猛禽2提升到230吨。但是，土星5号的1级只有5个引擎，总推力3350吨 ，Booster 却有33个引擎，总推力7590吨。单个猛禽引擎推力小于 F1， 但数量多，总推力反超很多，推力可调整的范围还更大。那么这么多的引擎要怎么来控制呢？下期将会介绍 Starship 的控制和人机交互中与众不同之处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